她是吴亦凡最怕见到的女人，因为她最喜欢吃的就是牙签。只见她一根根往嘴里塞牙签，打牌的时候就当成零食吃。到了吃饭的时候，她先摆上了3盒牙签，一口米饭就着1根牙签，吃得津津有味。你以为米饭是主食，其实牙签才是她的主食。该说不说，这牙签能好吃吗？好吃，特别好吃，比柚子香。他每天都要吃3盒牙签，1盒牙签有500根，那么一天就要吃掉1800根牙签，这也太夸张了吧！丈夫也试图阻止她，但她根本不听，你说你的，我吃我的。现在大姐变得越来越离谱，这不吃着饭就把筷子给造了。大姐说筷子比牙签大，吃着有嚼劲，口感也好。丈夫看不下去了，给大姐切了点水果，没想到啊，大姐直接把水果放在了一边，对着托盘口水直流，直接让丈夫把托盘劈了给她吃。我感觉大姐就是被丈夫宠坏了，这玩意儿能吃吗？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惯着她了。靠，当我没说。看来只要是木制品，大姐都想尝试一下。她边吃边发表看法，说托盘没有牙签好吃。那么她是什么时候爱上牙签的呢？原来大姐之前患有严重的胃溃疡，有一次当她意外吃掉牙签时，她的病竟然好了。从那以后，只要胃疼就会吃牙签，慢慢的就上瘾了，宁可不吃饭也要吃牙签。但是大姐的身体真的健康吗？胃肠啊，有什么胃镜啊都透了，没有关系。没有问题的，有问题我不让他吃了。大姐无时无刻都在吃，就连床头柜上都放满了她的零食，2盒牙签，一堆一次性筷子，躺在床上吃，逛街也吃，她甚至连扇子都想尝一尝。节目组还贴心的给大姐带来了一些木质碗筷，大姐也不客气，拿起来直接开灶。那味道如何呢？大姐说上面刷油漆了，不好吃。大姐又尝了一下竹帘，也不喜欢，她说竹子有酸味。目前来说最喜欢的就是杨木做的牙签，于是节目组又送给她好几盒杨木牙签。假如真的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的话，开心快乐最重要。不得不说大姐的牙口真好，但是要说牙口好，下面这个男人表示不服。他拿起酒杯嘎嘣一口，直接咬下一块，接着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周围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在丹东一个普通的早晨，妻子在炒菜，丈夫在洗餐前甜点，然而里面全是玻璃碴子，洗干净后上面撒上白糖，他接着就吃了起来。妻子想劝阻，但是无济于事。玻璃碴子能好吃吗？这个嚼一口非常香啊。节目组检查了一下他的牙，除了有点参差不齐外，没别的毛病。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要吃玻璃？大叔说这个要从20年前说起。20年前他是一个销售，刚和客户签了一个大合同，由于自己不能喝酒，被客户一番羞辱，说他不爷们儿。为了证明自己，他拿起酒杯嘎嘣嘎嘣的吃了。从那以后，他就爱上了玻璃的味道。他会在玻璃店找各种边角料，不同厚度的玻璃，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挑选完毕，带着他的美味甜点回家了。回家后会根据口味对他们进行分类。他说医院的吊瓶最好吃，酥脆有嚼劲，口感极佳。耳灯泡吃起来就差一点，但也很爽口。那么他一天要吃多少玻璃碴子呢？2个啤酒杯。按照节目流程，他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还在医生面前表演吃玻璃。医生也是大为震惊，但是检查结果却显示他很健康，医生也觉得不可思议，最后还是建议不要继续吃了，以后可能会出现梗阻的情况。最后大叔也表示以后就不吃玻璃了，以后改成吃牙签。下面这个大叔看了上面2位之后，连说服了，你们都是铁齿铜牙，我只能吃点软的了。只见他抓起一只泥鳅，不假思索直接吞了下去，一只不过瘾，他接着又吞了一只泥鳅。贝爷见了都直呼内行，他说生吃的味道好极了，秋秋弹弹还能拉丝。随后他把泥鳅都装到了瓶子里，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吃，那叫一个幸福。吃饭的时候也要先吃泥鳅开胃，母亲很担心他，但他却并不在意，继续吃着心爱的泥鳅。那他为什么要生吃泥鳅呢？原来大叔曾经有胃炎，为此还做过5次手术。为了疗养身体，他吃了很多的中草药，但是并没有什么效果。然而有一天，桌子上的泥鳅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之前在书中看到过泥鳅有缓解胃痛的功效，于是他尝试生吞泥鳅，结果胃痛确实好了不少，于是一发不可收拾。他对于泥鳅的选择也是很苛刻的，他只吃野生的泥鳅，拿着铁锹来到稻田就开始挖泥鳅，不一会儿就挖到了一盆的泥鳅，稍微清洗一下，抓起来就送进了嘴里，那是干净又卫生啊，兄弟们。朋友想做一道泥鳅豆腐汤，他却觉得根本就是浪费时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生吃才是最好的。按照节目流程，他被带到了医院做检查，一番检查下来，他的身体状况很好，但是医生还是不建议生吃，因为有感染寄生虫的风险，如果非要吃的话，建议只能中午吃。最后大叔也表示，为了身体健康，以后会尽量少吃的。好了，我是月贝，关注我，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大叔把鳄鱼当儿子养，每天给鳄鱼做足疗，偶尔还来个大保健。先把沐浴露涂满全身，然后用洗澡巾搓背，偶尔还会在洗澡水里加入料酒去腥。鳄鱼的皮肤非常厚，褶皱的地方很难清洗，主人累到不行，鳄鱼却一脸享受。大叔每天会带着鳄鱼在公园散步，已经成为公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为了让鳄鱼更吸引眼球，
大叔还要给鳄鱼做美甲，精心打磨指甲后，然后挨个涂上指甲油，看起来美美的。完事后再来个亲亲，抱着鳄鱼就睡觉了。因为鳄鱼比较能吃，主人给它取名饿了么，说饿了么是自己捡到的，刚开始只是一个蛋，慢慢孵化出来，经过精心照料，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大体格子。还说饿了么从没咬过人，甚至很少发脾气，是一个可爱的乖宝宝。平时饿了么最喜欢的就是看球赛，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主人一手抱着蜥蜴，一手搂着鳄鱼，说他俩都是忠实的球迷，每次比赛都要看。当心仪的球队进球时，他们还有自己独特的庆祝方式，毫不犹豫地跃入水中，欢快地翻滚，展示着鳄鱼独特的庆祝动作。这段是我瞎编的。一群人来市场却不买菜，全都围着一只狗在看，这有啥好看的？一旁的大叔说他已经这样转了一上午了，大家都感觉很奇怪，他明明看起来非常疲惫，但依旧自顾自地旋转，好像上了发条一样，就算被行人撞倒，被婴儿车撞到受伤，也不会停下来。在市场上问了一圈，终于找到了它主人，一问才知道这狗是偷偷跑出来的，主人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只要一把它放下，立马就开始旋转，好像有开关一样，碰到地面就启动，而且它根本不看路，每天都面临着危险。为了它的安全，主人只好把它关在家里，用绳子绑在了凳子上，但都无济于事，只有吃饭的时候，它才会稍微消停一会，吃完立马开始旋转。主人说这种情况是4个月前开始的，因为工作原因，把它单独关在了家里。有次回家就看到它在转圈，都不知道它转了多长时间，一开始也没太在意。有次转圈链子缠在了一起，它都快窒息了，还在自顾自地转，主人这才意识到不正常，医生对它进行了一系列检查，发现他颈椎出现了问题，导致脑压增加，因此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虽然通过吃药可以防止病情恶化，但现在最重要的是给他更多的陪伴，会慢慢好起来的。他每天偷偷给自己家的猫下药，就掺在猫咪爱吃的食物里，一天3顿下的药还不一样。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因为他家的猫太可恶，每当他一觉醒来，脸上就会出现伤口，手臂上也有抓伤。他确定不是自己抓的，自己指甲很短，根本抓不出来这种效果。他现在怕得很，在卧室偷偷装了监控，结果却让他更加迷惑。只见每当他入睡后，他家猫就像疯了一样撕咬他，还把屁股在他脸上蹭来蹭去。他下意识把猫推开，接着猫咪的行为更加诡异，在地上不停地抽搐。主人想不明白，为什么白天乖巧的猫咪晚上会对自己做这种事情，而且每次主人出门后，它的行为也很古怪，变得焦躁不安，愤怒地撕咬被子。这只猫到底怎么了？专家反复观看录像后，认为这猫应该是梦游了，很可能还做了噩梦，把主人当成了假想敌。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说明和他小时候的痛苦经历有关。主人这才恍然大悟，说猫就是他捡来的。发现它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医生建议先进行药物治疗，每天把药混合在猫粮里，慢慢缓解它的焦虑紧张，还要给它更多的陪伴，让它知道自己并不孤单。晚上主人又用上了安神香薰，甚至打开了专门给猫听的音乐。它听了一会就开始犯困，那它晚上还会咬人吗？只见半夜它径直来到主人旁边，徘徊片刻后，趴在主人旁边安静地睡了起来，一直到天亮，它都没再出现奇怪的行为。看起来小白已经慢慢康复了。奶奶吃饭前要先挤一勺洗洁精，接着放进鱼汤里，搅拌搅拌，直接喝了起来。记者闻了一下，满满的肥皂味，奶奶却吃得非常香。这还没完，喝完汤，奶奶又拿着一片白菜叶来到厨房，对着洗洁精连按了3次，小心翼翼把洗洁精包起来，直接塞进了嘴里。大家非常不解，为啥要吃洗洁精呢？奶奶说自己不能吃肉之类的高脂肪食物，如果要吃的话，必须提前吃点洗洁精，让它在胃里中和一下油脂。不得不说，这想法非常脑血栓啊。饭后奶奶给大家讲了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大家终于懂了奶奶为啥这么做。奶奶说年轻的时候穷啊，工作又累又苦，得了胃病也没钱去医院，偶然的一次不小心吃下了半瓶洗洁精，她觉得自己肯定活不了了，听天由命吧。没想到啊，这下不仅没死，胃还不疼了，于是从那开始就一直吃。大家带她来医院检查，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胃里竟然没事，不过还是得戒掉洗洁精，如果胃痛的话可以吃药缓解。奶奶也答应以后不会再吃。2周后节目组做了个回访，发现奶奶还在吃洗洁精，大家又给奶奶科普了一番，要相信科学。1个月后节目组再次回访，这次奶奶终于戒掉了洗洁精，只不过吃药又吃上瘾了，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这猫有个怪癖，连医生都大为震惊，它1日3餐只吃泡菜，而且必须要够辣，饿了就会对着冰箱一直叫，因为冰箱里就有它梦寐以求的辣白菜。主人受不了了，从冰箱拿出了一片泡菜，小白闻了闻，几口就吃完了。看起来一片泡菜根本不够吃，主人又把泡菜和米饭拌在一起，给他做了个泡菜拌饭。但小白很挑剔，只吃了拌饭中的泡菜，1粒米饭都没吃。主人说小白是流浪猫，刚捡回来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吃，直到拿出泡菜的一刻，他竟然2眼发光，一直叫个不停，才知道这猫喜欢吃泡菜。我们都知道韩国人喜欢吃泡菜，难道韩国的猫也都喜欢吃泡菜吗？随后节目组做了个实验，分别准备了4种食物。现在第1只猫登场了，只见它来回闻了闻，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猫粮。第2只猫闻了闻泡菜，看起来味道不错呀，
然后就选择了旁边的鱼罐头。接着，一只3个月大的猫咪上场了，它直接就奔向了猫粮。你看，连3个月大的猫咪都知道猫就应该吃猫粮吗？最后到小白出场了，他都没看一眼猫粮以及鱼罐头，对着泡菜就开始干饭。主人觉得泡菜太辣，吃多了不好，于是把泡菜洗完再给小白吃。结果小白闻了一下，连连后退。小白心想，洗过的泡菜能叫泡菜吗？随后竟离家出走了。等发现他的时候，他正在垃圾堆里吃泡菜，吃得满嘴通红。小白为啥对泡菜这么情有独钟呢？该不会有什么毛病吧？主人带他来到宠物医院，医生听完也大为震惊。一番检查下来，小白身体却很健康，只能说他天赋异禀。不过呢，医生还是建议要少吃泡菜。主人也很听话，回家就给小白做了泡菜味的猫粮，把猫粮和泡菜混合在一起。没想到啊，天生傲骨的小白竟然配合吃了起来。那就希望小白尽快戒掉泡菜，做个正经猫咪吧。这座老房子会不停地分泌黄色液体，流得满地都是。大妈们看到却异常兴奋，像疯了一样蹲在地上，用年糕蘸着液体，吃得一脸享受。甚至有人趴在地上舔食，他们还会把液体收集起来，说这液体能包治百病。听到此话，一旁的大叔也忍不住了，喝了一口后却一脸嫌弃。神秘液体越流越多，甚至连屋外也开始流。现在主要的流淌线路是3条，屋内2条，屋外1条。液体已经对这座老房子形成了包围之势。让大妈如此疯狂的液体到底是什么？节目组找来专家，用热像仪一测，屋顶的温度竟然高达43度，这就很反常了。接着来到屋顶一探究竟，可以看到密密麻麻液体流淌的痕迹，有些液体都凝固了，屋顶的木板都被浸透了，颜色也变得深沉，不知道液体是否具有腐蚀性。观察了半天，发现所有液体都是从一个缝隙里流出来的。专家壮着胆子把手伸到里面去抠，却抠到了一坨湿哒哒黏糊糊的东西，吓得他赶紧爬了下来。下来仔细一看，这不就是蜂巢吗？里面都是满满的蜂蜜。看到这一情况，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大妈表示，我说怎么吃起来有点甜呢？但为什么满是蜂巢的屋子里却没看见蜜蜂呢？专家表示，可能是由于最近大妈们在屋里上课，环境非常嘈杂，久而久之蜂群不能安稳工作，最后不得已弃巢了。大妈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伤感，这么好吃的蜂蜜以后吃不到了可咋办？大妈家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东西，就在她拔牙回家后，家里就凭空出现了一包牙齿，参差不齐的，足足有20颗，其中还有好几颗烂牙。牙齿是大妈整理橱柜时发现的，刚开始还以为是干燥剂，仔细一看差点吓死。这牙比正常人类的牙齿小了很多，真的是人类牙齿吗？牙医看了一眼，说不仅是人类牙齿，而且还是小孩的乳牙。一个人一般就有20颗乳牙，而这一包恰巧就有20颗，从形状上判断，应该就是同一个人的，很明显是专门收藏起来的。一听说是乳牙，大爷很不理解，因为老两口根本就没有孩子，最近也没人来过家里，那为啥会出现在自己家呢？这会不会是某种诅咒呢？随后记者在家里发现了蹊跷。10号这天，日历上标注的行程是去看牙医，大妈说那天确实去拔牙了，自己记性不好，就在日历上做了标注。那会不会是她不小心从诊所带回来的呢？大妈却一口否认，大家也不确定她有没有健忘症。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接着来到牙医诊所，调出了监控，确实没看到大妈拿走任何东西。那牙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聊天中得知，这房子是他们租的，1年前才搬进来的，而且房东就有个孩子。大家瞬间醍醐灌顶，这牙齿8成就是房东孩子的。接着联系到了房东，一问才知道，这牙齿确实是他家小孩的，当时搬家忘记拿了，一切都是虚惊一场。你因为智齿疼得睡不着，来医院一看，这颗智齿竟然是横着长的，仅仅冒出了一点头，缝隙里一直残留小鳞石，导致发炎肿胀，拔牙难度非常大，直到切开牙龈才知道有多可怕。不过呢，不用担心，现在就给你拔掉。医生会在智齿周围不同部位打3次麻药，稍微呢会有一点刺痛感，但很快你就没有任何感觉了。接着呢，给周围消消毒，防止感染。等麻药起效后，医生根据智齿的生长角度，一刀就划开了牙龈，整个过程你不会感觉到痛。掀开牙龈就看到了埋伏的智齿，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智齿大部分还镶嵌在牙槽骨中。为了更轻松的把智齿取出来，需要用钻头把智齿一分为2。虽然你感觉不到疼，但能听到电钻声，还能感受到电钻的震动，整个头都嗡嗡的。现在呢，利用杠杆原理把智齿撬断，你会听到嘎嘣一声，但是呢不必紧张，轻轻一挑就把牙冠取了出来。接着呢，再次利用杠杆原理，一点点往外撬。牙根埋伏的比较深，医生决定再次把牙根部分一分为2。现在呢就比较好弄了，轻轻一抠，牙根就取了下来。
拔掉智齿留下的洞会被血液填满，半小时之内会形成血凝块。经过24小时，血凝块会变得坚固结实。所以呢，拔牙24小时内不要刷牙和漱口，否则有可能使血块脱落，导致干草症，那将痛不欲生。接着医生开始缝合伤口，就这样打个漂亮的结，剪掉多余线头就结束了战斗。有些情况呢不用缝合，需要咬住纱布来帮助止血，一般需要咬半小时左右。拔牙2小时后可以吃一些流质类的食物，不可以喝热水或者过硬的食物，避免剧烈运动，多休息。几天过后又是一条好汉。你因为牙疼的睡不着，来医院一看，蛀牙内部已经被掏空，看起来呢已经坏到了牙神经，直到钻开牙根管才知道有多可怕。首先麻药是少不了的，等麻药起效后，医生开始用钻头去除腐质。可以看到根管已经暴露，用工具轻轻一碰就打开了牙髓腔。不用想了，牙神经肯定已经坏死，这种情况呢只能做根管治疗，通俗点讲就是杀神经，这应该是牙齿问题中最可怕的一种治疗方式。不过呢，牙神经已经坏死的情况下，治疗过程是不会有痛感的，否则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痛。医生一般会注射局部麻药，所以呢不用太过担心。这种方式避免了拔牙，最大程度保留了你的天然牙齿。接着呢，医生测量根管的深度，根据测量的深度来选择长度合适的根管锉，来一点点刮出坏死的牙髓。牙髓处理干净后，医生装上小钻头开始拓宽根管，依次把3个根管清理完毕后，还要使用消毒剂反复冲洗根管内部，防止后续再次发炎。接着呢，插入3根类似棉签的东西，对根管内部进行干燥处理，随后在根尖里涂上一层密封剂，接着使用牙胶来填充根管，这样呢就可以完美填充牙根管，不会留下任何间隙。接着呢，使用加热工具熔断牙胶，依次对3个根管进行同样的操作。接下来用树脂继续填充根管顶部，通过光固化灯快速固化，这样呢根管部分就填充好了。接下来还要使用钻头继续打磨牙冠部分，方便接下来塑形。随后对于牙冠部分涂抹酸死剂，目的是为了清理杂质。等待片刻后处理掉酸死剂，开始填充复合树脂。树脂的填充要循序渐进，每填充一点就要确定固化后再继续填充。就这样，医生用工具塑造出了一个人工牙冠，最后呢，再对人工牙冠进行打磨抛光，这样就完成了复杂的根管治疗。一般情况下，根管治疗后的牙齿寿命大约为11年。记得好好刷牙。你的2颗门牙中间发生了蛀牙，一张嘴就像卡在牙缝里的奥利给。医生看了一眼，二话没说，连麻药都没打，直接上钻头先把腐质去掉。医生换了一种工具继续打磨边缘部分，以便树脂填充物能完美贴合牙齿。你比较幸运啊，蛀牙不是很深，没有伤到牙髓，所以呢修补起来也比较简单。接着涂抹酸死剂，经过酸死处理后，釉质表面在显微镜下呈蜂窝状，能增强与填充树脂的粘接强度。接着医生涂抹粘合剂，你可能会闻到类似强力胶的味道。接着医生使用光固化灯照射，让粘合剂快速固化。接下来在牙缝中放置一个薄膜隔开。现在呢开始填充树脂。树脂的填充要循序渐进，每填充一点就要先等固化后再继续填充，期间还要保持牙齿干燥，所以呢医生会对着牙齿一直吹气。你牙齿可能感觉有点冷，再忍忍马上就好了。填充完树脂后，接下来就要对表面进行打磨抛光，这时呢就要用到专用的条状砂纸，先用粗面研磨，随后移到光滑的一面再磨一次，另一颗牙齿也做同样的操作。这还没完，医生又换上了专用砂轮继续打磨。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完全看不出修补的痕迹，到这里蛀牙就修复好了，记得好好刷牙。你这颗牙已经烂透了，为了能啃骨头，你准备花2万块钱种一颗牙，整个种牙过程需要持续半年左右，但最后的成品惊艳了我。首先呢，要把坏牙拔掉，牙齿比较松动，直接上钳子，很轻松就拔了下来。现在呢，需要等待2到6个月，让牙槽骨恢复生长，填满空隙。
6个月后开始进行种牙，第一步进行断层扫描分析，对口腔进行全面检查以及确定种植方案。接着呢，进行麻醉和消毒。等麻药起药后，医生一刀就划开了牙龈，掀开牙龈，牙槽骨就露了出来。这些大大小小的钻头都是用来在牙槽骨上钻孔的。牙槽骨的表层骨质密集，比较硬，刚开始要选择8毫米的小钻头预开孔。现在呢，要逐渐换成更粗的钻头，扩大孔洞。用粗钻头时，转速一定要慢，否则呢会导致摩擦生热，烧毁骨细胞。过程中钻头还会一直喷出生理盐水，就是为了降温。现在呢，使用螺丝纹钻头将孔的上端继续拓宽，就是为了让孔洞和种植体完美契合。孔打好后，医生取来像螺丝一样的种植体，开始种植的时候要尽量调低转速，慢慢推进去，才不会使接触面骨细胞损坏。接着呢，还需要使用扭矩扳手将种植体拧到规定扭矩。现在要将愈合基台连接到种植体上，等缝合好牙龈，大概呢就是这个样子。这时牙槽骨中的种植体会和周围的骨细胞慢慢融合，这个过程呢叫做骨结合。现在只需要等待2到6个月，几个月后，牙槽骨和种植体已经充分结合。现在要把临时愈合基台取下，安装永久愈合基台。现在需要安装人工牙冠。人工牙冠中间的洞是为了以后修理种植牙的时候方便拧开里面的螺丝，但现在呢要先用树脂填充，接着用光固化灯照射固化。到这里你的牙就种好了，看起来呢和真牙一模一样。现在就可以去啃骨头了，记得好好刷牙。你因为智齿疼得睡不着，来医院检查后才发现这颗智齿竟然是横着长的，并且完全埋在了牙龈里，外观上根本看不出来，拔牙难度非常大。直到切开牙龈，我才知道这颗智齿有多可怕。不过不用担心，现在呢就给你拔掉，医生先给你蒙上医用手术动筋，只露出嘴巴。这时你可能会有点紧张，不过呢这还不算什么，医生会在智齿周围不同部位打3次麻药，稍微呢会有一点刺痛感，但很快你就没有任何感觉了。接着呢给周围消毒。根据智齿的生长角度切开牙龈，因为麻药的效果基本不会感到疼。如果这时你感觉到疼痛，那一定要举手示意，让医生给你加麻加辣。医生用镊子掀开牙龈，就看到了埋伏的智齿，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因为是横着长的，智齿的大部分还镶嵌在牙槽骨中。为了更轻松地取出智齿，这时就要用球钻削一点牙槽骨，通俗点讲就是用电钻钻你的骨头。这时的你感觉不到疼痛，但能听到电钻声，还能感受到电钻的震动，整个头都嗡嗡的。即使这样，也不能直接把智齿拔出来，医生还要切开牙冠和牙根，把智齿分为2部分，分别拔出，所以呢又需要用到钻头。这时的你可能会分泌大量唾液，口水直流，现在就要先把口水抽走。牙冠深深地埋在牙槽骨中，无法直接取出，所以呢还要竖着再切一次。再次把口水吸干净后，就可以一块一块的把切好的牙冠部分取出。现在只剩下牙根了，由于埋得太深，还要再削一点牙槽骨。现在利用杠杆原理，一点点往外撬，很快牙根就被撬了出来。现在你的下巴可能很酸，再坚持一下，马上就要结束了。由于创口比较大，最后还需要给你缝合牙龈。就这样打个漂亮的结，剪掉多余的线头，就结束了战斗。为了让牙龈尽快愈合，你需要咬住一块纱布，保持2个小时，1周之后来拆线，期间不可以喝酒抽烟，避免激烈运动。好了，拔掉智齿，你有没有觉得轻松了很多？你知道牙套是怎么装上去的吗？这位小哥来矫正牙齿，因为他的牙齿非常拥挤，需要先拔掉3颗，拔牙后就可以获得足够的间隙，使牙齿能够很好的内收。接着呢，涂上酸死剂处理牙面。等待片刻后，再处理掉酸死剂，接着冲洗牙面，
今天是个大工程，你这颗牙坏得非常严重，牙齿内部还不停地冒血，直到钻开牙根管，才发现情况远比想象的更严重。医生给你蒙上手术巾，开始了操作。按照惯例，麻药是少不了的。等麻药起效后，医生开始用钻头去除腐质。可以看到，这颗牙已经坏到了牙神经，还引发了炎症。医生刚把内部清理干净，血水就冒了出来。医生决定给你进行根管治疗，通俗点讲就是杀神经。这应该是牙齿问题中最可怕的一种治疗方式。听到这里，你已经紧张地握起了拳头。为了让你放松下来，首先呢就要重新打麻药。医生还特意把针头掰弯了，紧靠着牙齿来一针，内部的神经也要来一针。现在呢需要用钻头打开牙髓腔。吹干后可以看到根管已经完全暴露，接着医生测量根管的深度，根据测量的深度来选择长度合适的根管锉，来一点点刮除坏死的牙髓。依次把3个根管清理完毕后，还要使用消毒剂反复冲洗根管内部，防止后续再次发炎。牙髓处理干净后，医生装上小钻头，开始拓宽根管。经过几个不同钻头的轮番操作，可以看到根管和刚开始相比已经扩大了很多。接着呢，插入3根类似棉签的东西，对根管内部进行干燥处理。接着呢，要使用牙胶尖来填充根管，牙胶尖要先裹上一层密封剂，这样呢就可以完美填充牙根管，不会留下任何间隙。接着使用加热工具熔断牙胶尖，依次对3个根管进行同样的操作。接下来还要使用融化的牙胶，继续填充根管顶部。这样下来呢，根管部分就完全填充好了。接着对牙冠部分填充树脂，最后安装上人工牙冠，这样呢就完成了复杂的根管治疗。这下你又可以想吃什么吃什么了。